有這麼一架戰鬥機，在美國真正得到它之前，它被認為是蘇聯手裡的航空核武器。它不是一架普通飛機，而是一場噩夢。1970年代，西奈半島上空，這架飛機飛得比任何戰鬥機都高，速度直接突破3馬赫。不僅攔截戰機追不上，連發射的飛彈也無法將它鎖定。美國情報部門通過衛星照片的蛛絲馬跡，他们拼出了這架飛機的輪廓：巨大的进氣口、誇張的雙垂尾以及驚人尺寸的機翼。一個讓西方震驚的判斷出現了，蘇聯可能制造出了一架遠遠領先時代的超級戰鬥機。可是1976年，一場叛逃事件讓美國終於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機會。他們親手拆開這架神秘戰機，而它的內部居然讓美軍高級技術專家從震驚到失望，最後再到震驚的情緒震盪。而它就是米格25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美國人到底看到了什麼？一架來自蘇聯的戰機為什麼會被大家調侃為 F-15之父呢？上世紀60年代，冷戰進入最危險的階段。當時的蘇聯天空簡直像一個四面漏風的篩子。美國依靠絕對的高空偵察優勢，不斷派出 U-2偵察機飛越蘇聯邊境，拍攝軍事基地和戰略設施。蘇聯雷達能夠發現它，但是問題是戰鬥機夠不着，防空系統也很難有效攔截。後來，美國甚至推出了更加瘋狂的 SR-71黑鳥偵察機，它可以在3萬米高空以超過3馬赫的速度飛行。對於蘇聯來說，這意味着自己的天空已經被滲透。但真正讓莫斯科坐立不安的，還不只是偵察機，而是美國正在發展的下一代極音速轟炸機。當時能達到2馬赫速度的 B-58海盜轟炸機已經服役，甚至能夠挑戰3馬赫的 XB-70女武神也正在進行測試。一旦戰爭爆發，這些高速轟炸機就可能攜帶核武器，從高空突破蘇聯防線，直接飛向莫斯科。面對這種威脅，蘇聯發現傳統戰鬥機已經追不上新時代的敵人，他們需要的不是一架能和敵機纏鬥的普通戰鬥機，而是一把能夠刺破天空的長矛。於是米格設計局接到了一個明確的任務，不需要考慮複雜的空中格鬥，不需要追求靈活的狗鬥能力，它唯一的目標就是飛得更高，飛得更快，在敵方轟炸機接近之前將它擊落。這就是米格25誕生的唯一邏輯，它不是一名空中的格鬥選手，而是一枚由飛行員駕駛的極音速攔截飛彈。但問題在於，西方並不知道蘇聯真正的設計目標。當米格25第一次出現在莫斯科航空展上時，西方情報人員看到的是一架完全超乎想象的飛機，巨大的进气口、誇張的雙垂尾，還有一對尺寸驚人的后掠翼。美國工程師開始按照自己的航空技術路線進行分析，他們認為，如果一架飛機想突破3馬赫速度，面對恐怖的氣動加熱，它一定需要大量使用昂貴的鈦合金材料。巨大的機翼也意味着它擁有極低的易載荷。按照當时的航空理論推測，它不僅速度驚人，甚至可以擁有遠超想象的机動能力。一个讓西方震驚的判斷逐漸形成，蘇聯可能制造出了一架集速度、高度、機動性於一身的超級戰鬥機。一個信息差帶來的航空神話就這樣誕生了。蘇聯因為恐懼美國帶來了壓迫，逼出了米格25，而美國又因為信息的不對稱，開始重新評估自己的空戰體系，甚至啟動了全新的戰鬥機計劃。後來誕生了改變世界空戰格局的 F-15。在接下來的10多年裡，胡佛米格25就像一片巨大的陰影籠罩在西方空軍頭頂。所有人都認為蘇聯制造了一架近乎完美的超級戰機，直到1976年，一場意外發生，讓這架神秘飛機第一次完整暴露在美國人面前。一名蘇聯飛行員駕駛米格25叛逃日本，這架讓整個西方高度戒備10年的超級戰機終於落到了美國專家手中。然而，當他們小心翼翼拆開機身外殼時，眼前出現的東西卻完全超乎了所有人的預期。沒有想象中的未來科技，沒有滿是鈦合金的先進機體，而是一套看似粗暴卻又不可思議的工程方案。那麼，蘇聯的王牌飛行員為何會選擇叛逃？1976年9月6日，日本北海道函館機場，普通的一天被一架突然降落的蘇聯戰鬥機徹底改變。機場工作人員看到一架巨大的雙垂尾戰機衝入跑道，它的機身上印着醒目的紅星。這不是普通軍機，而是當時蘇聯最神秘、最先進的高速解析機米格25。駕駛它的人叫維克多·別連科。當時他只有29歲，身份是蘇聯防空軍中尉飛行員。在很多人眼裡，他擁有一個令人羨慕的身份，成為國家重點培養的飛行員，駕駛蘇聯最先進戰鬥機。但沒人想到，就是這樣一名飛行員會駕駛這架價值巨大的戰略武器，直接飛向西方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一個擁有米格25駕駛資格的優秀飛行員會選擇叛逃？答案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，
而是個人困境、家庭壓力以及對現實環境的不滿共同造成的結果。別連科出生在蘇聯，他的童年並不幸福，家庭經歷讓他的性格受到影響。後來進入空軍後，他憑借優秀表現成為米格25飛行員，但是在遠東地區服役期間，他逐漸產生了強烈的不滿。當時他所在的基地位於蘇聯遠東，這裡距離莫斯科非常遙遠，氣候惡劣，生活條件艱苦，軍隊管理也非常嚴格。作為一名年輕飛行員，他承受着來自訓練、紀律和任務的巨大壓力。與此同時，他的私人生活也遭遇重大打擊，婚姻關係破裂，妻子帶着孩子離開，長期的孤獨和心理壓力讓他的情緒越來越低落。後來在他的回憶中，他表示自己逐漸對未來失去了希望，也開始懷疑自己繼續留在蘇聯軍隊的意義。真正的答案可能是多個因素疊加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到了1976年，別連科已經下定決心離開蘇聯。1976年9月6日，機會終於出現。當天，他駕駛米格25執行訓練任務，飛機從遠東基地起飛。按照計劃，他應該進行正常訓練，但是在飛行過程中，別連科突然改變航向，關閉部分通信，駕駛飛機向日本方向飛去。這個決定幾乎等同於死亡賭博，因為米格25雖然速度極快，但它的航程有限，而從蘇聯遠東飛往日本需要精準計算燃油，一旦失敗，等待他的可能是墜海。蘇聯方面很快發現異常，附近戰機緊急升空追截，但是由於當時信息傳遞和空中管制限制，蘇聯戰機並沒有成功阻止別連科。最終在燃油即將耗盡的情況下，別連科駕駛米格25進入日本領空，並迫降在北海道函館機場。由於速度過快，飛機衝出跑道，但幸運的是別連科本人幸存。等他走下飛机後，向日本方面表达了政治避难请求。這一幕驚動了整個冷戰世界，因為他帶來的不只是一名飛行員，還有一架整個西方夢寐以求的飛機。消息傳回蘇聯，莫斯科震怒，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米格25的價值不只是制造一架飛機，而是裡面隱藏的技術秘密。美國則完全相反，他們迎來了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一次情報機會。美國專家迅速展開研究，飛機被拆解，發動機被檢查，雷達被分析，材料被解析。這次研究最終改變了西方對米格25的認識。但這次事件的影響並不只停留在美國，對蘇聯來說，這是一次嚴重安全事故。因為米格25中包含大量机密設計，蘇聯隨後被迫進行大規模安全調整，包括更新敌我識別系統，更換部分通信設備，重新評估遠東地區防空體系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。而日本同樣受到衝擊，這次事件暴露出日本防空體系存在漏洞，一架蘇聯高速戰機能夠進入日本領空並降落，讓日本重新審視自身防空能力。隨後，日本進一步強化航空防衛體系，並推動引進更先進的預警和戰鬥機裝備。至於別連科本人，他後來受到美國保護，並繼續參與航空領域相關工作。1980年，他正式加入美國國籍，之後成為美國航空軍事顧問，幫助美國理解蘇聯航空體系。作為一名軍人，別連科的叛逃確實是件不光彩的事實，但當政府腐敗無能時，又怎能奢望得到軍人的效忠呢？1976年的函館機場不是一架飛機艱難迫降，而是一場冷戰情報戰的巨大轉折。從這一刻開始，米格25的神話開始進入倒計時。米格25被拆開之後，美國終於發現它並不是一架集合所有先進技術的未來戰機。但是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，如果它真的沒有那些想象中的黑科技，那麼它到底是怎麼做到飛上3馬赫的？答案很簡單，蘇聯選擇了一條最直接的道路，用巨大的力量解決所有問題。高速飛行最大的敵人是空气阻力，速度越快，阻力增长越快。想让一架几十噸重的飞机突破3馬赫，需要的不只是優秀啟動設計，更需要恐怖的動力。於是米格25安裝了2台25系列渦輪噴氣發動機。這2台發動機最大的特點不是先進，而是暴力。它們能夠提供超過20噸級的推力，推動一架巨大的重型截击機以驚人的速度衝向高空。這種設計理念和美國完全不同，美國的航空工程師更強調效率，希望發動機重量輕，燃油经濟性高，飛機能夠長期保持優秀性能。而蘇聯面對的是另一個問題，他們需要的是一架能夠在短時間內衝上高空，攔截美國轟炸機的武器。至於油耗，不是第一優先級。所以米格25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，它像一支一次性射出的箭，起飛後迅速爬升，開啟加力，高速接近目標，發射飛彈，然後返回基地。它不是為了長時間巡邏，而是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攔截。但這種極端設計也帶來了巨大代價。米格25雖然能夠達到3馬赫級別速度，但這種速度並不是日常飛行狀態。高速飛行會給發動機的機體帶來巨大壓力，
如果長期維持極限速度，不僅燃油消耗驚人，發動機壽命也會受到影響。所以米格25更像是一件需要謹慎使用的高速武器。除了速度，米格25另一個讓西方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雷達。在西方發現，這架飛機雖然使用了較老的電子技術，但它擁有非常強大的雷達功率。蘇聯的思路很直接，如果電子技術暫時落後，那麼就用更大的功率彌補。米格25的雷達體積巨大，重量很高，但是輸出能力強。它的目標不是像現代戰鬥機一樣進行複雜信息處理，而是在遠距離發現高速目標，為遠程飛彈提供攻擊機會。這其實體現了冷戰時期兩種完全不同的軍事思維。美國更相信精密技術、先進電子、高效率系統，而蘇聯更擅長簡單可靠、大規模生產、極限性能。米格25最大的價值也正在這裡，那不是技術全面領先的代表，相反，它很多地方都存在明顯妥協。但是蘇聯工程師通過系統整合，把這些並不完美的部分組合起來，最終創造了一架非常特殊的飛機。而美國人在拆開米格25之後，也意識到一個問題，他們之前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這架飛機本身，而是它代表的可能性。如果蘇聯能夠制造一架速度達到3馬赫的戰機，那麼下一架會不會更加先進？這種不確定性推動美國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空戰。美國需要的不是一架簡單追趕米格25的飛機，而是一架能夠在未來幾十年保持優勢的新型空中優勢戰鬥機。於是，那架正在路上的飛機最終抵達了歷史的舞台，這就是 F-15。經常有人說米格25是 F-15之父，米格25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逼出了 F-15。因為在1970年代，美國空軍面臨一個巨大的戰略壓力，他們不知道蘇聯下一步會制造什麼，在他們眼中，米格25可能只是開始。因此，美國啟動了 FX 戰鬥機計劃，目標非常明確，打造下一代空中優勢戰鬥機，這就是後來著名的 F-15。有意思的是 ，F-15並不是簡單複製米格25，兩者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航空理念。米格25的核心高速截擊，它的任務是發现敵人，然後依靠速度完成攻擊。它像一把高速長矛，強調的是最快接近。而 F-15追求的是控制天空。美國設計師提出了一個著名理念：沒有1磅重量用於對地攻擊。意思是這架飛機不追求多用途，所有設計都服務於空戰。因此 ，F-15擁有更優秀的氣动布局、更高的推重比、更先进的雷達系統、更強的機動能力。它不是為了逃離戰場，而是為了進入戰場，然後擊敗敵人。這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戰爭哲學。米格25相信速度可以創造機會， F-15相信綜合優勢才能贏得戰爭。別列克駕駛米格25叛逃日本時，美國終於看到了真實的米格25，但是此時 F-15已經開始服役。美國人發現自己以為的天下第一，是因為信息不透明的高估了對手，但自己手裡這把 F-15卻是真真切切的對標按照想象中的敵人。米格25改變了 F-15誕生的環境，它讓美國意識到未來空戰不能依靠舊式戰鬥機，必須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空中優勢平台。然而，關於米格25和 F-15之間還有一個流傳非常廣的故事。當年在中東，米格25正面擊敗 F-15，但是真相真的是這樣嗎？很多軍迷喜歡這樣描述 ：F-15誕生就是為了擊敗米格25，但第一次交手時 ，F-15卻追不上米格25，聽起來很傳奇，但真實情況並沒有網絡傳言那麼戲劇化。1970年代末，以色列空軍裝備 F-15之後，卻是多次嘗試攔截敘利亞等國裝備的米格25，雙方在中東天空展開過多次較量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米格25利用高速擺脫 F-15追擊的事件。當時 F-15擁有明顯優勢，它的雷達更先進，機動能力更強，近距離空戰能力完全領先米格25。如果雙方進入格鬥距離，米格25幾乎沒有勝算。但是問題在於，米格25根本不會主動進入這種戰鬥，它的飛行員非常清楚自己的優勢和劣勢。面對 F-15攔截時，他們採取的策略就是保持高速與高度，不要纏鬥。在一次交鋒中，米格25開啟加力，高速撤離。後方的 F-15雖然性能更全面，但追擊高速目標時也會受到很多限制。飛機速度並不是簡單看發動機推力，還受到燃油消耗、掛載重量、飛行高度等多種因素影響。最終 F-15沒有成功擊落這架米格25。這件事後來被很多人包裝成米格25擊敗 F-15，甚至演變成 F-15也追不上老舊米格25。但這種說法並不準確。真實情況是，如果比賽項目是空中格鬥， F-15擁有壓倒性優勢，它擁有更好的機動性、更先进的航電、更強的綜合作戰能力。但如果比賽項目是誰能最快離開戰場，那麼米格25依然是一台令人恐懼的高速機器。所以嚴格意義上而言，米格25不是擊敗了 F-15，而是米格25發現打不過 F-15後，逃跑速度驚人，
F-15確實追不上。這也是米格25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但它證明了一件事，即使面對新時代的空優戰鬥機，极端速度依然是一種不可忽视的能力。F-15代表的是未来空戰的發展方向，更好的雷達、更強的機动、更完整的体系，而米格25代表的是冷戰時期另一种思路，把某一项能力做到極致。後來幾十年的歷史證明， F-15成為航空史上最成功的戰鬥機之一，而米格25則成為那个推动它出現的最重要因素。這就是米格25最大的歷史影響。好了，關於米格25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。你認為米格25是否是一款成功的機型呢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